人们，大家好，我们是魔女制作团。如果觉得名字太长的话，可以简称我们女团。来嘛。其实上一周的时候有征集大家对异次元哪些场面比较印象深刻，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些人工统计啊，非常科学、非常客观，提名数量前10的卡段已经卡出来，然后我们今天会大家一起来文艺复兴、重温经典。各位导演来点反应好吗？来嘛。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我们异次元的核心的导演组们，见证了这个节目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完整的节目。话不多说，我们先从 TOP 10开始。对，我们是恐怖特辑的那一期，第8期的前面的小游戏部分。我感觉这个我都看了几百遍。现在是2人组进去。高兴的娘家。对，我记得当时就结束了之后，看好多人说赞多应该来这一期。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摄影老师，这是我们的剧照老师。对，剧照。杀猪局是什么？有跟拍导演，没有跟拍导演，其实只有摄像老师已经尽量减少摄像。弹幕的问题是吧？这是我们道具老师。对，道具老师。这是我们道具老师，神奇的道具老师。我不是故意的。我感觉魏子瑜当时真的快哭了。我给你关上。第一组时间到。我感觉这个东西真越靠后越害怕，因为他们前面出来的也不会跟他们分享，就里面什么样的。我们不让他们说。对。找东西，我在前面帮你们打。其实越往后耗越恐怖。好，我不会看东西的。好 ，OK。我不会看东西的。小英，小英。他在前面真的像被附身了。他为什么只喊去我也看东西？徐若云嗓门真大，我当时在外面我都听到他找着东西了。你是真的，你是真的。其实这个时候周冬雨一直在出汗，一直在给他递纸巾擦汗，他一直在出虚汗。照片在哪里啊？要开始了，可能要找东西了。这里。是不是叫人杨迪？哎，这个，你先进去。你先进去。我不进去。很有礼貌的小老外。找东西。找东西。那全部都拿走吧。还有东西吗？这个弹珠。第2组时间到。啊，没有东西，走。我们自己弄上去的时候也觉得好损呐，结果他们没有发现。对，谁能发现？哇，太爽了！缺德，想吓他们一票。太缺德了。怎么样？你看游泳的表情，你看我鱼的表情。云银真的已经吓得唇红齿白了。玩这种还是得有害怕的人在，那全是大男的。不是啊，就是我们看着觉得有意思，他们玩着可能不觉得有意思。来吧，但是我们也有注意保护尺度。这个当时提名是哪个？就是找哪东西，找东西。对，大家都比较印象这个，还有说那个，说魏子月那个喊劈了，对吧？其实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就比方说这个剧院它本身真的很恐怖，对吧？这个剧院当时因为它已经荒废了小半年了，那个道具很牛，我们道具老师道具很牛。我们都是做幕后，对，头一次，所以大家就多多包涵。然后说一点跟他们相关的嘛，就让大家一开始就恐怖起来，就给他们忽悠，对，跟他们说了很多忽悠的话，问他们就是心脏健不健康啊，有没有高血压呀，然后就真的有人说我心脏容易就是心跳过速，然后我们就特别怂，我们就问他，那你自己有没有保险呀？然后他就特别实诚的跟我们说，这个人是魏子月，跟我们说他上了保险的。选衣服的时候也有在跟大家说啊，你们有没有身边发生过灵异的事件呀？你真是损到家了。大家其实每个人在分享的时候就有点就是那个有那味儿了。然后我们在去这个剧院的路上，我们还给大家发了红包，希望大家脏东西就不要会靠近自己，然后就给大家吓得不行。就当时大家拿到那个红包的时候都来真的是吧？行，
Into One 给大家发了红包，当时好像周柯宇还说啊又来了是吧？好的，就是这种。现在就是我们排名第9的上榜，我们有稍微合并一些，因为大家提的比较密集，比方说像第10期前面游戏有小九落水，然后还有张家元一下子跨上去，然后还有 AK 落水啊，还有赞多庆连内斗什么的，所以我们就整个把它看下来。你给我的舞姿，非常的 open。对，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小九都挺收敛的，但其他人在这地方都还挺快的。走走走走，来了，大猛男就是大猛，真的好宽这个地方，应该是宽5米，对，宽5米，然后这个板大概能宽个1.5米，那起码1能有1米7、8左右，1米75左右。我们这完全没有想到张家元一下就能蹦到上面，张家元还就是蹦到真的中间的，这个算也是卡一个 bug 吧。世界的参差，这就是人家凭实力，这也不能叫卡 bug。创造营第一猛第一猛男，对不起，你吵到我耳朵了。可怕。为什么吴宇宏会害怕张家元？这就是原因。对。好怕他呛水啊！他们当时有人说这个是白毛浮绿水。哎妈，我连弹幕都背下来了。高，哎，要推下去了，要推下去了。然后就是撞到枪口上，撞到枪口上。马上，庆联要来了，庆联，哎，一报还一报了要。张家元胖胖的孩子太惨了，弹幕说。爱回内斗。还有裤子。哦，小九落水的那个名场面。对，小九落水。游戏开始。尹浩宇真的好容易受到惊吓。人家都会跳呢，赞多都会呢。人家可能这是我们创，会了，这是我们创系列的必修课。马上要到临末了。那个张家元疯癫呢，真的好像个孩子，好可爱！你看，哇哦，专业！哎，明年超新星没有你们我不看。好，真的，他们就应该去报游泳。小九这次报了吗？这次没有游泳，这次是冬季的。这次我们喜迎冬奥。你可以就别大哥就别笑二哥了，好不好？但是真的会玩得很开心。小九一脸天真，一脸天真。场面。小九，你小心点，你小心点。花样游泳，不请自来。花样。哎妈！但是真的很难上。我们其实设计这个就是想要这个效果。但是也没有想到小九这么多次都上不去。但的确是那么多次都会上不去，但是还没有人，主要是还没有人干扰他。对，这小九这个太难了，太难了。好，到这结束吧。其实后面就是全员狼人这个点也有挺多人提的。全员狼人，我真的是。我们不知道掰扯了多久，我们在录的这前一天晚上才改了这个本子，和对后期把后期老都找过来，就是说这个怎么剪这个东西。怎么剪？后期死都不同意，后期说线太多了，剪不了了，时间太长了。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后期老师都是带着爱剪，不行，这段不能删。这段不经常 battle， 我们都是很犟的乙方，反正别人让我们改，我们也不改，然后我们要后期改，后期也不改，就是大家都有自己对内容的坚持。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都留，对，就越来都留越长，越来越长。那我就说到这儿吧，就我们剪大逃杀的后期老师都是男生，
谁和谁的互动呀，这条主线怎么串起来呀，落到哪里呀？男孩子们还真的剪的都非常细心的。全员狼人还有一个，当时他们就说全员狼人这线索咋写呢？就夸什么彩虹屁吧，就都说出来了什么所有妈粉的心肝宝贝，万千少女的型男。对，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心在想，怎么没有人去做一个那种缺德字幕？所有人都说，哎呀，是周柯宇吧？然后心里想，其实是我。结果后来没有。大家可以再去反复的看一下当时那个当时拿到狼人线索的时候，每个人的表情其实都是暗喜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是 Top 8，大家提名的就是张家园破坏王、张家园赔钱，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起回忆一下。哎，这啥玩意儿啊？这很熟这个。太熟了都。我觉得我们第一次看这个第一期的时候还是蛮惊喜的。质量吗？被综艺对不起，这个有点，说实话。没关系，可以改。你看我当时反应多快。我一会儿给你挂上。那个时候他还是非常的，还有一些拘紧的，还是有些紧张的。啊，这是第10期那个。没事没事，我不会掉到水里的。好了，来吧，扣我吧。你要掉进去，你那妈也不是3万。其实没有那么贵了。我上去。摄像老师说3万，我收银老师说3万，没有。再见2、3万吧得有，反正是蛮贵的。再见。所以跟人说等会儿，你知道不？哦，这对，一段就是留了这2段。还有一段就是他在那个第10期的时候卡在那个球里。那还有第8期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每次都会跟这个道具有点纠葛，太苦了张。家园从第1期开始，他好像就把我们当成一个中介一样。第1期他休息的时候，他跟我说：“姐姐，我带了40块钱，你能去帮我买一双拖鞋吗？”第4期的时候，他就带钱带多了，然后特别给了100块钱，对，给了我100块钱巨款，然后说我要带走这个枕头，我要带走这个浴巾。当时100块钱想拿枕头和浴巾，想什么呢？张家园，哎，我们真的有拿他那100块钱啊，又给回他了是吧？没有100块钱给啊，我，回来给我，然后我们给到那个酒店了是吧？对，然后我们又另外付了400多块钱。哦，相当于说我们500块钱给到酒店了。对，就是我们赔了400。张二记得还钱。但就是因为第4期他开始带那个东西之后，所有人都开始带东西。吴海拿第3期开始的。他们第4期就是在那玩好久，然后他们已经摸透了我们把道具放在哪儿，然后他们自己就是组团就开始去捞。当时第4期、第5期道具还放在一起，一个没盯住，差点把第5期道具都给拿走。第5期不是那个夺宝的嘛，全都是就是比较老的物件，然后最后都是大家在那挑，你要这个吗？你要这个吗？哦，对，是这样。李老师看着啥都不想要，我说李老师你不去拿一个。Uno 带吗？Uno 还有吗？对，李老师还爱第7期的时候，谢新阳不知道找谁借了那么大一个包，那就是谢新阳的包。是第8期的时候，曲博宇把谢新阳的包拿过来了，说这是谢新阳交代他的，让他一定装满了再拎回去。谢新阳拿了那么大一整个包，然后就往前面一摊，看看孩子吧，看看孩子吧。然后我们就包里面都没有吃的，都硬生掏一个给他扔到包里面。其实那个时候创造营是不准让他们吃零食的，因为有食堂嘛，他们来异次元能拿到零食，又是作为奖励回去，这个是可以被允许的。本来我们一开始想着就有的道具可以反复利用嘛，毕竟也不富裕。对，后面就是看他们太可怜了，我们都特大方，来挑货了。后面还有拖箱子来的 ，AK 拉着箱子来的。AK 最开始没打算，我说他们每次都来进货，带好多东西的。AK 说真的吗？他说我去准备一下，然后我就跟他拖了个箱子。原来他是我们的内鬼。对，道具老师怪不得说道具少了这么多。最后一期我们那些部分都结束了嘛。但是最后一期他们没拿什么道具，因为他们用不太上。他们最后好像还有一期讨论过，就说哪一期就是比较能捞到好东西，然后但是结论是就是第2期好像就没剩啥东西能捞。第2期还没有这个概念。第2期大家不熟，不知道谁回去把那个名声传出去，是不是任第3一鹏？期对，因为他们当时拿了那个零食书包里面有奶茶，奶茶是就是特别特别珍贵的东西。第1期大家拿回去那个自热火锅的时候，都是这是可以拿回去的吗？天哪，谢谢，就是非常开心，拿那个小火锅就也很开心。再也不会有嘉宾因为自热火锅开心了，这样美好的时代过去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提名的 Top 7，我们第9期特工特辑，前面游戏小雨被拖来拖去的那一段。小雨真的感觉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这个我不知道该说是刘宇太轻了，张信老师力气太大了。反正我们试的时候完全没有这个效果，应该是刘宇太轻了。因为我记得后面胡彦涛也能，胡彦涛的力气也很大，他们很大的其实。
没有还手的力气。好白哦，调色好看。你看这边就是姐弟内斗。不要乱说话。你这给我，你先给我。奥斯卡的口音真的是太可爱了，认真玩的。厉老师这一天啊，贼努力，非常开心。厉老师口嫌体直。看刘宇航好可怜呀，博老师。过来拿走，过来。哎呦，厉老师这头发好帅。哎呀，已经结束了。哎呀妈呀，这玩游戏玩的，太累了。对，没事吧你？真的像个洋娃娃一样。结束。刘宇当天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不是一共来了3期吗？有2期是一个 follow PD 来，另外1期是一个 follow PD 来。还真的是只有我受伤的世界达成了。正好那个 follow PD 带的2期，他都得了第1名。然后我大那期他狼人杀就输了，对，大逃杀都没进去。对不起，我的错。然后第9期我们录结尾的时候，他就问妮妮说 ：“follow PD， 你到时候我总决赛会来吗？”对，因为他觉得他忘了他，但是小雨他就是开玩笑，他对我没有什么恶意。对，因为其实合作了挺久，大家也相对来说也算是挺熟悉了，会开互相的玩笑什么的。爱大家。我们那天太阳特别毒，大概有30多度，而且又是中午录的。然后我们拍小片的时候也带的那个，也正好是中午。我不是一晒嘛，整个脸就会肿起来，像炭一样。他打着伞录那个小片，然后摄像老师在调机位的时候，他就会帮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打上伞，对，感觉特别贴心。哦，是的，就是拿到伞的人，其实他都会给旁边的人打伞。哎，说到拿伞，我又想到了，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 Into One 的时候，第1期拍的时候，其实当时下雨，就是导演都是顾不上拿伞的，因为要调动各种东西。其实都没有伞，只有1人有伞。对，然后摄像老师都给当时我们有一个导演就正好在边上跟摄像老师说什么，然后刘宇就默默就把伞就举过去。对，但其实导演不知道刘宇在帮他打伞，因为当时没有注意到。对，因为太忙了，现场特别乱。这一次的点很多，大家就分票，比方说厉老师色盲，厉老师这个点。这个是我们意外发现的。我当时还在现场，就是跟他的 follow PD 在就有一点凶他的 PD。我说你的艺人为什么要总是打别人的球？我说你 hold 不住他吗？对，这个就破坏规则。对，破坏规则了，后期也不好剪啊，主要是。还是有 bug， 你到时候怎么人气球就没了？然后那个 follow PD 跟我特别就沮丧，就说他分不清颜色呀。他真的分不清呀！视频里面也有，他不说这个是什么？我们说红色，这个呢粉色。你们疯了吗？你们疯了吗？那个呢？那个不是红色吗？你们疯了吗？录这段的时候，正好是熊熊的这个小名，就是被大家所熟知，同是一名。对，当时就其实也跟他就是想看一下我们后边节目效果怎么样嘛，也跟他聊了一下他对这个本名的想法干嘛的，怕他自己抵触，但实际上他当时对自己这个好像已经接受了，他自己本人已经他当时跟我们咋讲的？他说：“哎呀，谁能知道他们还记得呀？”还是我的小学同学。但是我有问过回他，我说如果我们叫他熊熊，他会怎样？他说他会打人，他会生气的。然后他就不要叫他的这个名字，只有小部分人知道，但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全网都知道了。我想起来是当时就是熊熊已经 out 了之后，我们反正就跟他讲，他就说这次因为男孩子胜负欲在这种打枪上面就特别强，然后熊熊没赢，然后就特别遗憾。我们说你第2期不是赢过了吗？第2期是什么呀？他已经忘了他来过第2期了，然后我们就帮他回忆，就刚好把这像话不是他那个表情包是啥来着？那个。不愿再笑不愿再笑man，然后刚好手机里面有，我就找出来给他看，我说你没印象了吗？然后他说然后就是熊熊一般很激动的就会不要，我当时就给他看了好多他的那种很疯狂的表情包，反正当时就被熊熊圈粉了，就是太可爱了。我们现在就是来了 top 6，就是我们小 AK 玩女巫。这期我真的老咱们先看吧。
所有玩家请闭眼，艾玛，狼人请睁眼，艾玛3连狼啊！这也是没有想请到，决定本轮的袭击对象。之后我们都有意的控制了一下。你看这个眼影，他真特别喜欢。吴玉衡他自己那个小标志也是他自己摇花的。我们小 AK 开始思考。开始选了。AK， 我们不是告诉你1到10的手势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拿牌儿？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那陈瑞峰真可惜，他真的很会玩。我等一下 ，Oh my God，Oh my God， 哦，我等一下，等一下。这视频里最无辜的就是派派。对，派派那个眼神儿。对，我特别觉得神奇的，派派这个整场，他这样发生错误之后，他都没有转头看。对，因为派派他特别遵守规则的小孩，他就怕看到什么，他就一直。我看错数字了。2号、7号玩家出局，没有人员。眼，狼都懵了。你说米卡这么快出局，他是不是求什么愿呢？但是好憨憨的，憨憨的。OK， 就结束了。这也是在 AK 心中的名场面吧？这应该是所有参加过狼人杀的人的名场面吧？配的音其实都是我们现场喊的嘛，忽然就看见天女散花一样，眼前地上就多了一群牌子，我们都慌了，我们就赶紧 AK 先闭眼AK。但这期我真的好多话想说。狼人杀淘汰的几个人，他们在第2现场的时候也觉得我们这期应该特别好笑到一个经典吧。结果因为他开了眼之后，这期狼人杀评价不是特别好，就挨了很多骂。但其实我们当时就想把它当一个异能局。我们俩 emo， 每天 emo 说看着豆瓣 emo。其实我们当时是从综艺效果考虑的，因为如果你这块不开眼的话，看那个游戏就会少很多乐趣。对，再提一下陈瑞峰真的是非常会玩狼人杀。他给了我们很多想法。我们第6期的谁是大老板，就是他给的我们的创意。正好是狼人杀，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同传系统，特别贵，非常贵。然后每次一到那个就是现场测试的时候，就智商的完主持人泰语 test、日语 test， 就感觉哇，好烧钱呀。对，翻译老师是按小时计费的，有的时候我们都说老师该走了，老师完事儿了，快结束了。翻译老师都特别专业，有一个日语老师，你记得吧？狼人杀给他一些就是常用语，他自己全都提前翻译成日语了，现场说就是特别流利，完全都不带卡壳。就有一特别可爱，我记得是给派派翻译的那个老师，没事，我后面没工作，我再帮你们翻译一会儿，你们还挺有意思的。狼人杀其实摄像老师也特别感兴趣，就每次看的时候说，嘿，这局狼赢了。讲一下那个吧，就狼人杀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考逻辑的一个游戏嘛。其实我们在面谈的时候就跟大家所有人都科普过狼人杀的规则，怕大家中间忘记规则，每一期录之前大家有时间的，我们就会把他们聚在一起玩狼人杀。AK 特别专业，他可以给我们做就是3语上帝，而且是自动的。狼人请睁眼，我 open the eyes， 然后日语嘎啦嘎嘎嘎。AK 在没有淘汰之前，我们工作人员是上帝，然后 AK 淘汰之后，他全部负责，他就接手这个上帝工作。第2期的服装有很多人提名，大家都觉得米卡的衣服好看，派派其实也非常好看，特别适合他就是哈利波特的。米卡的造型是全场最贵的，后面他们拍中差的时候还要跟我们借呢，然后借不到了，因为我们都是一次性。对，第2期我真的一定要说一个点，其实用那个红色眼影，我真要为我们那个造型老师说句话，那真的是熊他自己要求的，他自己要求又叠了好几层，因为他觉得吸血鬼就应该是这个风格，那个老师都不敢下手了，然后后面又叠了好几层才达到我们就是熊总的满意，他特别喜欢，他到处好看嘛，是不是特别吸血鬼？他对他这个妆容的满意程度截止到什么呢？节目播出的时候，现在笑没？飞龙超在头5到头以下期间哦。